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現在是來到了浙江天台縣的永寧村，我身後就是濟公的出生地濟公故居。說到濟公，大家的腦海裡應該會立刻呈現出那位鞋而破、帽而破的瘋癲和尚。但是大家知道嗎？這位酒肉穿腸過的活佛，他的出身竟然是官宦世家，家裡擁有的財富在當時稱得上是浙東首富了。現在大家目之所及的地方，在當年都是他們家的田產。生活在這麼富裕的一個家庭裡，他為何要逃婚出家當和尚？後來又是怎麼變得瘋瘋癲癲的？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濟公故居，順着歷史的脈絡，還原一個真實立體的濟公。千年故居，濟公家園，這就是濟公家的大門了。進來之後呢，裡面是一塊照壁，寫着慈悲仁惠。往這邊走。其實濟公並非天生的瘋和尚，他的俗名是叫做李修緣，出生於南宋時期的官宦世家，妥妥的名门貴公子。這裡就是寫着濟公故居照壁的另一面了。現在就進入李府。根據史料記載，濟公是宋太宗駙馬李遵顼的遠孫，父親李茂春在天台當地曾任小官，母親王氏是名門閨秀，家境比較殷實，在永寧村建有氣派的李府。進來之後呢，先到他們家的花園看看這個花園很大，而且在這邊呢還有一尊濟公的銅像，他手上拿着的葫蘆呢是被摸得锃光瓦亮了。這張臉呢更像是電視劇裡游本昌本人童年時期的李修緣並沒有像普通貴族子弟那樣只讀聖賢書，反而是天性頑劣，充滿童真。他常常溜出李府，在旁邊的赭溪裡捕魚捉蝦，也喜歡跟小夥伴們鬥蟋蟀，或者跑到附近的國清寺聽僧人念經打坐。國清寺的僧人都非常喜歡這個聰明伶俐的孩子，經常教他一些簡單的佛理。而他對自然山水的熱愛，以及對底層百姓的親近，也在這個時期悄然萌芽。更加有意思的是，少年時期的李修緣就展現出了非凡的聰慧和善良。有一次，他看到村民們淘米磨粉十分費力，於是就想了一個辦法，幫大家建造了一座水磨坊。村民們為了感謝他，想取名叫修緣磨坊，但他卻堅持以看管磨坊的村民石強的名字來命名。由此可見他從小不求名利，體恤民情。那麼這段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就在永寧村的山水間度過了，也塑造了他率真向善的本性。然而幸福的時光並沒有持續太久，就在李修緣17歲的那一年命運給了他沉重的一擊。先是父親李茂春因病去世，緊接着母親王氏也撒手人寰，1年之內痛失雙親，讓原本殷實的家庭瞬間失去了支柱。加上家裡的管家還趁火打劫，中飽私囊，李家就從此家道中落。讓李修緣兩難的是，父母在生前早已為他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就是他媽媽兄長的千金，算得上是門當戶對了。按照當時的習俗守孝期滿後他就必須要履行婚約了，並且繼承家業，延續李家的香火。但雙親的離世讓李修緣深刻體會到了人生無常。年少時在國清寺埋下的佛緣種子也在這個時候開始生根發芽了。他看透了世俗的繁華虛妄，一心想要出家修行，普度眾生。18歲那年，守孝期滿了，家裡的其他親戚就開始為他籌備婚禮。李修緣表面上順從，但是內心卻做好了決定。在婚禮的前一夜他留下了一封書信，表明自己願遁入空門，了此塵緣。隨後悄悄離開了永寧村，直奔國清寺。這封逃婚信不僅讓他擺脫了世俗的束縛，更開啟了他截然不同的人生。來看一下這個廳堂，還掛着一個大大的喜字。濟公逃婚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事一樣。來到國清寺之後住持法空一本禪師早就知道他的來意了，也感念他的誠意，於是就為他剃度受戒，取法名為道濟，意思就是以佛教真理普濟眾生。但是李修緣深知家人肯定會來國清寺勸他還俗，為了斷絕後路，他在國清寺修行不久之後便修書一封告別了師父，開始了雲遊四海的生活。離開了天台之後，道濟一路輾轉，最終來到了南宋的都城臨安，也就是現在的杭州了。他先是拜訪了知源寺、觀音寺的幾位禪師，最後投奔到了曾在國清寺做過住持的蝦塘慧遠禪師門下，成為了靈隱寺的一名僧人。
但是誰也想不到，這位出身名門的貴公子一進靈隱寺就徹底放飛自我了。他完全無視佛門清規戒律，不讀經念佛，不打坐修行，反而經常溜出山門，在飛來峰下與猴子玩，和市井孩童打鬧，頓頓離不開酒肉。身上的僧袍也總是破破爛爛，活脫脫一個瘋和尚的模樣。那寺廟裡的其他僧人自然對這個事情意見很大，紛紛向慧遠禪師來告狀，要求將這個道濟逐出山門。他們認為道濟的行為嚴重敗壞了佛門風氣，不符合僧人的形象。但慧遠禪師卻一眼看穿了道濟的本質，他寫下了一句批語：戒律之設，以現常人，吾可以成其事。佛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意思就是戒律的設立本來就是用來約束凡夫俗子的，怎麼能用它來約束特立獨行的奇人異士呢？佛門本就胸襟寬廣，包容萬象，難道還容不下一位放蕩不羈的顛僧？這句話從此流傳千古，而道濟這個名號也隨着這聲批語正式成為了道濟的代名詞。說實在的，這位慧遠禪師已經很給濟公面子了，用我們現代人的話來說，就是雙重標準了。慧遠禪師之所以庇護道濟，是因為他知道道濟並非真的瘋癲，而是看透了佛法的本質。這裡寫着道濟天下，有好多地方都有濟公殿。這裡呢就是靈隱寺的濟公殿，淨慈寺的濟公殿。這裡是濟公安葬的地方，杭州虎跑寺濟公塔院。可以看到，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濟公殿或者是濟公堂。你看，這是台灣新北、台灣台中、香港東景、澳門東景、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加拿大溫哥華都有。我們耳熟能詳的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其實呢也是被世人斷章取義了。濟公真正完整的詩句是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他用自己的行為來告訴世人，他的破戒並非放縱，而是以變化力而做佛事，尋常人萬萬不可模仿。也就是說，他自己不是尋常人，的確不是。後來慧遠禪師圓寂之後濟公在靈隱寺就失去了靠山，那些一直看不慣他的僧人就開始處處排擠他。濟公也覺得此地不宜久留，於是呢就離開了靈隱寺，轉頭到了淨慈寺德輝長老的門下。德輝長老早就聽說過了濟癲的名聲，也十分欣賞他的才華，不僅收留了他，還破格提拔他為書記僧，執掌寺內文書。寺內的榜文、募捐書文大多出自他的手筆，文字詼諧幽默，卻又飽含深意，常常能夠打動人心。時間來到了嘉泰4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淨慈寺被燒得面目全非，德輝長老也不幸葬身火海。看着燒毀的寺廟和悲痛的僧眾，道濟立下重誓，一定要重建淨慈寺。為了募集資金，他親自撰寫募捐榜文，然後四處化緣。據說當時的皇太后甚至夢見了金身羅漢向她募化，醒來之後便親自駕臨淨慈寺，捐出了3000兩銀子。這樣化緣工作順利了許多。其實道濟的化緣之路並不輕鬆，他走遍了臨安城的大街小巷，甚至遠赴閻靈山一帶。面對別人的質疑與嘲諷，他始終是一笑置之，用自己的真誠與執着打動了無數人。經過數年的努力，他終於募集到了足夠的資金，讓淨慈寺得以重建，恢復了往日的香火。而在化緣的過程中也始終沒有忘記救濟世人的初心。道濟還精通醫術，在雲遊的途中他還經常為百姓免費治療疑難雜症。有一次在臨安城裡爆發了瘟疫，許多百姓染病身亡，官府束手無策。濟公便親自上山採藥，然後在街頭支起了藥鍋，熬制湯藥，免費發放給百姓，成功控制了瘟疫。他還經常暴打不平，為受欺負的百姓出頭，懲罰惡霸劣紳，息人之爭，救人之命，在民間留下了無數佳話。除了行醫救人，道濟還十分關心百姓的生活苦疾。他看到西湖一帶的百姓出行不便，於是就奔走四方，募集資金要修建橋梁。看到貧苦人家無米下鍋，他就變戲法似的從懷裡掏出銀子，或者借大戶人家的糧食來分給百姓。他的行為看似瘋癲，卻處處透露着善良與慈悲，也讓濟公活佛的名號在民間越來越響亮。這裡有一根濟公羅漢神木，
還特意留了一個窗口啊，好讓遊客伸手去摸一摸。你看這個木頭好硬啊，還有好多人塞了一些硬幣進去啊。每位來到這裡的遊客呢，都會伸手去摸一摸。被這麼多人摸過，現在已經成為了神木了。這一間就是掛着喜字的正堂了。來看一下他管家的房間啊，就是旁邊的這一間了。他們家的管家呢，也不是什麼好人啊。他趁着李修緣的父母死了之後啊，就中飽私囊，把李家的錢啊都給掏空了。這一間是濟公奶媽的房間。來看一下，這裡還放着一張嬰兒床呢。這個還是可以搖晃的，相當於是搖籃了。這一間就是李修緣的書房了。他的書房和房間呢是連在一起啊。看一下這個床都是榫卯結構，應該都是從民間收回來的老物件了。當年濟公就是在那張桌子上啊寫下了那一封逃婚書，然後直奔國清寺。這一間是他們家的中堂圓淨堂。浙東地區的豪宅呢有個特色啊，它的廳堂啊都不是很深。這是他們家的後堂，放祖先靈牌位的地方。來看一下，這裡有李修緣的父親李茂春的畫像。這一位呢就是李遵旭。從濟公故居出來之後，這邊還有一座修緣堂，裡面是放着很多濟公的雕像。進來看看，這裡全都是用玉石雕刻的雕像，看起來呢是非常的珍貴啊。真的是各種形態都有啊，有站着的、坐着的。來看一下這尊雕像，真的是斜而破，貌而破。你看這裡縫縫補補。這尊雕像呢就非常經典了，躺着的。濟公是在公元1209年5月14日圓寂，臨終前呢還寫下了一首詩：60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天清水碧，端坐圓寂。這首詩看似簡單，卻概括了他一生的經歷。60年間，他嬉笑怒罵，遊戲人間，看似瘋瘋癲癲，實則內心清明，普度眾生。如今功德圓滿，回歸本真，依舊是那個清澈通透的李修緣道濟和尚。看完了濟公故居和修緣堂，現在到濟公出家的地方看看國清寺，離這裡還有好幾公里。出發，這是國清寺的停車場，大概是有3公里，開車過來10分鐘左右。從停車場走進來大概是有1公里，這就是號稱中國最美寺院的國清寺。來看一下旁邊這棵大樹，好誇張啊！這僅僅是山門，寺廟還有150米呢。隋代古剎，現在國清寺呢也是免門票，大家如果來濟公故居的話呢，可以順便來遊玩一下。隋代古剎照壁的後方就是入口了，現在進去裡面看看。這裡面的景色確實漂亮啊，黃牆灰瓦的，古色古香。回顧濟公的出家生涯，他先後在多座寺廟留下了足跡。最初呢是在天台的國清寺剃度，開啟了修行之路。隨後呢雲遊到杭州，投奔靈隱寺蝦堂慧遠禪師，成為了祭奠。慧遠禪師圓寂之後，轉投淨慈寺，擔任書記僧，主持重建淨慈寺。除此之外，他還曾遊歷過指元寺、觀音寺等諸多寺廟，每到一處都留下了濟世救人的傳說。隨着時間的推移，濟公逐漸從一位傳奇僧人變成了民間供奉的神靈，成為了凡人成佛的典型。人們尊稱他為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羅漢阿那尊者神功廣濟仙師三元讚化天尊，好長的名字啊！而流傳了800餘年的濟公傳說，也在2006年被列入了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了浙江最具地域特色的民間故事之一。